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ichael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una。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，好吗？好。本期视频呢，我们分为3个部分。第一部分呢，我们学习汉语拼音的分类；第二部分，我们学习汉语拼音的结构，好吗？第3部分呢，我们来学习如何正确标注汉语拼音的声调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我们先来学习第一部分汉语拼音的分类。你知道汉语拼音总共分为几大类吗？3大类。3大类，分别是声母、韵母、整体认读音节，对吗？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来读一读这些声母，好不好？我读一遍，然后你再读一遍，好吗？好。来，请站上来，来面对镜头，开始了啊！波、坡、摸、佛、的、特、呢、了、个、科、呵、鸡、七、西、知、吃、诗、日、滋、思、一、乌。非常好。声母总共有多少个你知道吗？声母对，23个。23个，对，非常棒啊！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认识一下韵母，好吗？韵母它也有分类的，你知道韵母分几个小类吗？几个小类？单韵母、前鼻韵母，对，后鼻韵母，对，复韵母，对，特殊韵母，对吗？对。好，那韵母总共也分5个小类，对吗？分别是单韵母、复韵母、特殊韵母、前鼻韵母和后鼻韵母，对吧？对。好，我们先来读一下单韵母，好不好？好。啊、o、i、u、ü。单韵母总共有多少个？你知道吗？6个，没错，单韵母总共有6个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看复韵母啊。I、A、V、O、U、约。好，复韵母总共有几个？8个。对，8个，复韵母总共有8个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这个是特殊韵母，明白吗？至于为什么要叫特殊韵母呢？一会儿后面我们再来讲，好不好？好。特殊韵母有1个，复韵母有8个，单韵母有6个，对吗？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读一读前鼻韵母，好不好？好。安、恩、音、温、晕。好，前鼻韵母有几个？5个。对，前鼻韵母有5个啊。最后我们是后鼻韵母，音、没错，后鼻韵母有4个，对吗？那后鼻韵母的时候，我们发音的时候可以摸着鼻子，有鼻音，有震颤感，对吗？对。你可以摸一下你的鼻子有没有震动？非常好。那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汉语拼音的分类，对吗？前2类声母和韵母，对吗？对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来学习第2部分汉语拼音的结构，好不好？好。大部分的汉语拼音我们都是由
声母加上韵母加上声调组成的，对吗？就像我们中国人的名字，它的姓在前面，声母就像名字里的姓氏，对吗？韵母就好比是名字，对吗？姓加名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名字，对不对？那声母加韵母再加上合适的音调，就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汉语拼音。你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好，那你告诉我，一个完整的汉语拼音由哪几部分组成？声母。对。韵母。哎，非常好。还有合适的声调。哎，非常好，太棒了。但是我刚才也说了，这只是大部分的汉语拼音，对不对？不是所有的汉语拼音都是这种结构，对吗？那还有一部分的汉语拼音，它不是这种结构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还有哪些汉语拼音，它不是这种声母加韵母加拼音的结构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已经知道汉语拼音总共分为3大类，对吗？对。刚才我们学习了2大类，分别是声母和韵母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接下来我们看第3大类，整体认读音节。第3大类，我们刚刚声母是第1大类，韵母是第2大类，整体认读音节是第3大类，好不好？我们先读一读，好吗？知、吃，我先读，你跟着我读，好吗？知、吃、诗、日、滋、思、一、乌、吁、耶、约、冤、阴、晕、英啊。整体认读音节总共有多少个？你知道吗？16个。对，整体认读音节总共有16个。然后呢，它的特点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不拼读。没错，不拼读。为什么不拼读？因为它自己就是一个完整的音节，对不对？它不需要在前面再加任何的声母，对吗？那你还记得我们刚才在说韵母的时候提到一个特殊韵母记得吗？对。它为什么叫特殊韵母？它究竟特殊在哪里？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你说。因为它也像整体认读音节一样，它也变成了一个音节，所以它也不拼读。太棒了！因为它和整体认读音节一样，它也是一个完整的音节，不需要在前面加任何的声母，对吗？对。只需要加上声调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我们总结一下啊，汉语拼音的结构分2种，对吗？第一种是声母加韵母加声调，对不对？对。第2种是整体认读音节和特殊韵母这样它们是一个完整的音节，对不对？不需要加声母，只需要加上声调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非常好，你太棒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再进入第3部分，好吗？就是这是汉语拼音的声调，我们如何正确去标注汉语拼音的声调，好不好？好。想要记住汉语拼音中声调的标注呢，其实非常简单，我们只要记住单韵母就可以了。这个是单韵母，i、o、e、i、u、6个，对吗？对。接下来我给你一个格式，它是一个固定的一个规则。是第1梯队，o 和 是第2梯队，i、u、u 是第3梯队，你能看懂吗？能。我有一首歌，它可以让你知道你要把声调标在哪里。OK， 你唱一下。
有阿在，给阿带，阿不在，带。要是一物一起来，谁在后面给谁带？有阿在，给阿带，就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看到一个拼音的时候，就看上面里面有没有啊。如果有啊，我们的拼音就标注在啊上面，对吗？如果没有啊，那我们就找 o 和对不对？对。那如果拼音里面没有啊，有 o 和我们就在 o 或者是上面带，对不对？那同时你听我说，如果一个拼音当中啊、o、都没有，它只有一、乌、吁，对吧？那就给他们带，对不对？如果他们都没带，不可能都没带。但是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你就像这个 u， 看这个 u 我知道怎么和这个 v， 你先听我说完，它没有啊、o、对吧？但是它同时有一和乌，对不对？那这种情况下呢，我到底是给一带还是给乌带呢？你给我一下。给乌带，为什么？因为那首儿歌当中说了最后一句，谁带后面给谁带啊，就是当他们两个同时出现的时候，我们给第二个带，对不对？不给前面的带，给后面的带。所以这个 u 我们是给乌带，这个 v 我们是给一带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非常好，看来你已经了解了。那但是呢，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，当我们要给一戴帽子的时候，对吗？就这个一上面有一个小点，那我们要把这个小点给遮住，就不需要写小点了。当我们给它标注拼音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不需要把这个小点写出来，直接写拼音，直接写声调就可以了，对吗？你像如果我们第三声，就是直接写第三声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我们最后再总结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今天我们学习了汉语拼音的分类，它分为3大类：声母、韵母和整体认读音节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我们还学习了汉语拼音的结构，对吗？它总共有2种结构，对不对？对。第一种是声母加韵母加声调，对不对？对。第二种是整体认读音节加声调，或者是特殊韵母加声调，对不对？对。第三，我们还学习了如何正确给汉语拼音标注声调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你们都学会了吗？学会了。我没有问你。那我们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